最近很火的《哥斯拉2：怪兽之王》正在火爆热映，还没有去看的朋友们，可以来我这里回顾一下前作，讲的是一只代替人类拯救世界的最强怪兽之王哥斯拉。它不仅体型巨大，而且还具有超强破坏力。它的初次登场是在1954年，由日本东宝公司出品，特摄之神远古婴儿执导的《哥斯拉》里，形象是一条身高100米的恐龙型怪兽，绝招是从口中吐出的热能射线。它的诞生与人类核辐射试验造成的破坏密不可分。那它如何又重返人间，又是为何？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奇朵的世界。影片一开始就回顾了1954年，美国就发生由于核武器而被唤醒的巨兽哥斯拉，发现制止不了这只怪兽了，就想用核弹把哥斯拉消灭掉，没想到像是挠痒痒一样的打击，最后只是让它沉睡在太平洋深处而已。从那以后，各国就联合展开所谓帝王计划，然后就一直研究怎么能彻底消灭怪兽的方法。直到1999年，在菲律宾的一家矿区突然发生了地震，他们以为找到了人们想要的油矿，没想到却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。参与帝王计划的秦泽博士前往调查，人们猜测只是一个空坑，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，在陷阱中发现了虫形怪兽的石化卵囊，人们叫它木托，还发现有只孵化的木托已经逃走，看它的走向应该是去了食物充足的地方。这时男主的一家出现了，他的爸爸是一名核电厂的工程师乔布罗迪，他的扮演者还主演了一部《绝命毒师》，这部电视剧也让我追了整整4年，这里也给大家5星推荐一下这部电视剧，我承诺如果不好看你过来打我。回归正题，他的妻子和他在一个厂子里工作，只是干的活不一样。当乔到达核电厂时，就有人汇报说是有强烈的地震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说话时，突然又出现了同样的地震，这次地震引起了核辐射外泄，同时他的妻子正和同事赶去查看地震原因，却遇到了这次泄露。慌忙的几人快速向外跑去，得到妻子遇到危险，乔赶紧跑去应接。这时控制门的开关是手动控制，他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同事能够顺利跑出来，但是最后只能痛苦地接受妻子和同事的遇难。正在上学的年幼男主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核电厂倒塌。15年后，也就是1999年到影片上映的时间2014年，时间线回到了现实的时间。乔的儿子福特，也就是男主角了。此时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中尉，他在部队的专长就是拆弹爆破。某日，福特回家与妻子、儿子团聚，幸福的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幸福值爆满。就在这时，福特接到日本警方的来电，他的父亲因擅闯废弃的核电厂管制区被逮捕，需要亲人前往保释。从2人的对话可以听出，男主对他的老爹并不是很满意。原来是乔15年以来一直在追查当初辐射外泄的真相，所以就和忘掉丧母伤痛的福特渐渐疏远。妻子艾丽鼓励福特前往日本保释老爹，顺便修补父子关系。将父亲保释出后，福特在乔的一顿说服下，最终使出了软牌的套路。心软的福特只好陪乔前往废弃的核电厂管制区，寻找证据遗物。到了之后，乔发现这里早就已经没有了核辐射污染。乔和福特顺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并且找到一家人的照片和未被销毁的证物。当他们听到外面飞机声的时候，出门一看，却发现了早已废弃的核电厂后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基地。这时他们在返回的途中被军人抓捕，然后被押送到这个隐藏的基地。然而这个基地就是帝王计划的研究场所。主要用于研究一个没有破壳而出的木托，并且设法困住它，以免造成巨大的伤亡和辐射污染。金泽博士就是这个核电厂现役的工程师，他得知乔曾是15年前核电厂的工程师，而且听到了乔和保安的对话，以及从他身上搜出的资料。金泽博士和乔怀疑核电厂事故发生原因一致相同，都是因为吸收核辐射为生的怪兽木托所造成的，而且还说出了地震和电磁脉冲的罪魁祸首也是木托造成的。突然，蛹内的木托开始进食，大量吸收核能源，导致核电厂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。
这段时间，蛹内的木托一直出现与外界周期性沟通的迹象，但是所有人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木托发出的频率越来越频繁。青色博士只好启动电网，想要杀死木托，以免之后成为祸害。但是青色博士失败了，木托借助电网摧毁的蛹壳走了出来，一跺脚发出的电磁脉冲就让所有的电子设备瘫痪。毕竟木托是以核辐射为食物，所以浑身上下都是核能，也可以说是一只行走的小型核电站。就因为这股电磁脉冲，乔和福特顺利逃离，破茧而出的木托开始了大肆破坏。没有主角光环的演员只能是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带主角光环的是这样。木托瞬间毁坏了大半个基地，慌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。着急见到儿子的乔，在混乱中从桥上摔下，挣脱束缚的木托张开巨大的翅膀，前太平洋的另一端。然后乔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。此时发现木托的美国军方已经在太平洋周边进行防御部署。秦泽博士接到邀请来到这里，并且告诉军方，木托还年轻，还在不停地寻找食物，那就是核能源丰富的地方。以木托的破坏力，人类的武器无法与之抗衡，只能想其他的办法。恰好这时木托与外界沟通期间，军方也同时侦测到哥斯拉也已经苏醒。秦泽博士大胆推断，人类需要哥斯拉的威力来消灭木托，来恢复平衡。秦泽博士和美军指挥官商量之后，军方担心会升级到无辜平民，所以不同意秦泽博士的做法。在乔身亡后，福特才真正意识到被自己认为是疯子的父亲是正确的。他担心怪兽会对家人造成伤害，打算向军方贡献自己的能力，这样也能顺道返回美国。然后军方害怕刚从海里出来的哥斯拉会大肆破坏，所以军方以监督的方式一直横跨太平洋，跟随哥斯拉来到美国本土，发现遭到木托肆虐的夏威夷一片混乱。原来有一只雌性木托潜伏在美国内陆，以赌城附近的核废料厂为生。这只雄性木托在和日本的雄性木托经过沟通后，想在旧金山汇合，达到繁殖的目的。哥斯拉也侦测到两只木托之间的沟通，然后展开追击，以维持自然界的平衡。然而美军却打算用核弹引诱木托，再以木托来引诱哥斯拉。打算借核弹的爆炸威力同时杀死这三只巨兽，但是木托的电磁脉冲能瘫痪一切电子设备，所以核弹的引爆装置被改成传统倒数器来替代。在用火车运送引诱用的核弹头时，却被雌木托洗劫一空，而最后剩下的那颗核弹在海上的运送过程中也被雄木托拖走，然后赠给了雌木托。当作是木托幼体们的食物来源。被木托抢走的核弹，由于倒数器没有被停止，数十分钟后会引爆。为了防止爆炸，福特和其他巨人从上空空投到战场上，希望能将核弹拆解，避免核弹爆炸的威力波及数万人的性命。哥斯拉此时正在城市内和木托战斗。美军找到核弹，但因倒数器坏掉无法拆解，只好将核弹带往1公里外的港边。福特准备跟随队友一同前往时，却意外发现不远处的木托卵，然后用油罐车内的石油将木托卵全数烧尽。当正在打斗的木托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炸掉时，愤怒地打算要杀死福特，而哥斯拉趁这段空隙射出了2发原子吐息，重击雌木托。飞来救援的雄木托被哥斯拉用巨尾打死在大楼上，由于撞击力道太强大，导致大楼坍塌，哥斯拉也被大楼埋没。此时雌木托打算还想吸取港口边的核弹辐射，并且把反抗的军人们杀死。福特趁着雌木托被其他军人吸引的时候，把放置核弹的船开往海上，但又被雌木托盯上。就在福特举起手枪打算做最后的抵抗时，雌木托被再次出现的哥斯拉射入原子吐息。雌木托在原子吐息的高温下，脖子也被烧化了。哥斯拉将雌木托的头部扔入海中，朝着天空发出胜利的吼叫。
之后慢慢倒下。随后失去意识的福特被救援队带离船上，并在朦胧中看到运出海外的核弹引爆。之后福特和妻儿团聚，人们都以为哥斯拉已经死去，没想到却再次醒来，对着天空吼叫，证明我才是你们的救世主，然后默默地再次返回到大海深处。对于这部电影，我只想说一点，那就是整部影片有90%的画面是在黑暗中观看的，10%的画面是匆匆而过的，花了2个小时看完却基本什么也没看到。对于怪兽之间的战斗部分，还不如美军各种秀装备的戏份多，而且主角哥斯拉的戏份也比反派少。其实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是美军，我觉得不应该是我显示器的问题吧。在最后还是说出了这些问题，但是作为真正的电影迷，我是不会纠结这些问题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走出电影的世界，我们的生活仍然继续。好好的生活，带着从电影中学到的哲学，避免电影中的无奈和悲剧。希望光阴仍然，光影变幻，依旧岁月安好。请关注我，我是阿奇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